小麦这边高胜率的孙二香，对，很赚了，就不亏嘛，他就很赚。换边了。对，这把北京微博是败方选了红色方作为一个 counter pick。狼队这边空空而用过搬掉，再搬一手海月，他红蓝方全搬海月啊。微博这边是搬了太乙跟鲁班大师两手辅助。这样放出来还蛮多英雄的。主要是这手海月，你在这个赛季其实并没有看到听远拿出来用过。他应该是为自己要出的英雄去搬的。就海月一般都是那些刺客也比较怕的嘛，可能就是为了小胖解决一些问题，或者说是为了关羽。但是狼队在看到这个太乙没的情况之下，直接一楼拿张良很少啊，最近。你好自信，像不像？上一把一楼沈梦溪知道你有侯，这把一楼张良知道你有关羽，有一堆英雄能打啊。但就是游走位的话是没有太乙的，对，他可以选苏烈，用来提容错。没错，还有影在外面哦。这海月就是为这个小胖解决问题的。对，进来了，5战5胜的进。就我不管你在这个赛季用过几次，还是说有没有用过，但是这个进。他是肯定要给他服务到位的。哎，他这个王昭君是逼你出庄周啊，对吧？我这么选了，你出不出庄周？出不出呢？理论上是要出。他这把也有后羿，不太缺开团手啊。对，有后羿有关羽，也不缺开团。出庄周了，庄周来提升自己的容错啊。这样去搬一些对抗的比较难限制的，像归期的马超。但是老实说啊，如果你这把出这个庄周的话，你在辅助位其实你就没有办法去期待梦溪给你带来什么帮助了。他唯一能够给你的就是我开个大招，防止你的张良和王昭君的 combo。但是如果你这手辅助庄周让对面的天肥的镜碰到你的话，你会被容的。是，所以这盘还是小胖的分军经济会比较关键。对，他能不能吃饱的问题。后续的话，微博是拆掉了蒙田镜的组合，然后紧接着搬掉了狄仁杰。狼队的话则是搬掉了暖阳的凯。我想是狼队看对面这个阵容，可以选择来一手没前排的阵容。好，又搬掉了圆坦。微博并没有去搬归期的站边，他还是觉得归期可能会需要拿一个能成伤的点，所以他只搬了一手蒙田，然后其他全都是搬的是射手。微博这边狄仁杰公孙率全部送上了班位，而狼队这边的话，3个班位全部矛头指向暖阳，阿古朵也搬了。狼队这边能玩自己玩的射手有敖影，但是敖影对位不是很好打。干将莫邪，跟这把可以和后羿去配合打个先手，可以先秒一个。对，这盘微博的阵容做的还是主动性非常强的，就长手优势嘛。后羿命中之后，干将莫邪稳定秒人。他在逼狼队在对抗路这个位置出一个能接剑的英雄。得带霸体的，李元芳自己玩，自己单完了，在下路抗压，但很怕关羽。对，只和理想结盟，但这是团战的事了哈。无前排的阵容，你没有搬，那我就拿。这盘狼队的阵容容错率很低，但张良阵容也不能以常规的理念来去看待。震惊长安第一裴擒虎刚才评论区还在聊，今天裴擒虎有没有可能会出现？有趣，你用我的 FMVP， 我用你的 FMVP。是，他们觉得是小胖这边拿裴擒虎的概率高，但是暖阳是在红色方5楼掏了个裴擒虎。对，小胖是在蓝色方2楼拿了一手暖阳的气阳神光。那看看这把到底是我用你的 FMVP 更厉害，还是你用我的 FMVP 更厉害了？这个赛季小胖的镜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画面，尤其是打 AG 的那场比赛是让大家高呼精彩。然后在这个赛季的话，他也保持了镜的100%的胜率，5战5胜。而暖阳的裴擒虎在这个赛季拿了7次，但是胜率并不是很高，只赢了3把。老虎这个英雄还是很吃节奏的，但是这是红色方5楼的老虎，他不再是1、2楼抢出来，然后你反手一个绝有金，就是你能counter我的老虎，反手一个火舞这种一堆让我老虎很难打的英雄。这一盘老虎我感觉发挥空间非常大，对面其实没有什么能够直接影响到他的，而且他这盘有队友，队友这边是一个首先前中70个工具社的后羿，帮忙开团，然后还有一个压血线的
干将干将莫邪这把裴擒虎的环境非常的舒适。然后在团战层面的话，还有一个能够进场去影响对面后排的关羽。刚刚关羽在李元芳选出来的时候，其实小海就说到了，关羽其实是很刚的李元芳的，所以整体感觉2套阵容下来之后，狼队的1楼名牌让微博用庄周这种英雄去 counter 他，狼队这盘难度非常大，这套阵容。而且它是一个无前排阵容，一旦这套阵容陷入到逆风，他只能靠抓单，不断的打这种以多打少的团，才有机会去赢。对，是选手的手法。然后还有就是协调性，看经济，依旧是要看经济的。两边打野这一把直接是野合对面，野合对话的话，上一局比赛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，就是在前期其实2个打野的经济差拉不开。一直都是50到100块钱，因为上把并没有说是通过一波龙团或者怎么着的，让狼队这边拿到了优势，然后滚进你的野区滚雪球。对，上把反而暴君是那个微博拿的嘛。是的，但是最后在结算画面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小胖的入侵时长就是几乎是碾压的。是的，对吧？他是100位数的入侵时长，暖阳是个位数的入侵时长。你会发现他在尤其是那一波换节奏的过程当中赚了很多，然后频繁的往红区去反一些小野，比如说劣质啊和山豪啊，这些都是被小胖囊括在自己的口袋里的。所以这把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。来，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双方野合的对抗。第2局比赛，蓝色方重庆狼队，红色方北京微博，我是9个瓶子，我是解说潇洒。这一局在中轴的对抗上，微博是占据优势的。干将莫邪加庄周加老虎啊，他清路线也清得非常快。对，理论上这一局暖阳刷的会比小胖更快一些。一上来的话，梦溪是进到了狼队的红区去看了一波视野，但是你架不住子焕这完全不吃钱啊，这纯的是给小胖放钱。对，第一波线，王让君跟干将莫邪的区别。这子焕上一把火舞 C 完了，这把开始纯工具完全可以不要钱啊。他这把是第2个辅助打控者。那这么看的话，小胖鸡有想法，想进裴擒虎的蓝，一个人冲进去了，想拼，那这波自己拿到，自己走不掉了。想走的话有蓝太难了，最终是被小麦拿到了小胖的1血。这波也太大胆了吧！一个人进，没有队友任何的掩护啊。他可能想的是你阵容也没空，想留我也比较难，所以我就进去试一下。如果我抢到了，我就跑了。他抢到的那波应该是能到4吧？他如果抢到的话，可能是。他抢到，如果没有抢到，对他如果抢到了到4级了，他开大招就能跑。对他应该是这么想的啊，因为他当时是单吃的中线，所以他的经济等级来的比暖阳要更快一些。这胆子真的很大。但是你抢不到的话，你可能你的蓝军是的，可能暖阳还是进不去。这一波小胖复活，自己的蓝还是能拿到，不过你还是给到了对面一个1血。4分钟之前，感觉两边的打野，他的节奏不太一样。小胖是单吃中，暖阳这边是拿了不会影响中单的一些经济。这把评论席的3位都是看好了重庆狼队。但是刚刚秀大也说了，这把暖阳的裴擒虎其实很好发挥。对，如果进的经济不高，然后又有人帮忙去拆火，他也吃不到张良的大招的情况下，这个老虎在团战层面就没有人可以管他了。来看一下这波小胖，这个经济如果把蓝 buff 拿到的话，就直接4级了。他确实是这么想的，他觉得庄周你留不住我，但是没抢到就没4。如果这波也来了如果这波有4的话。这剑中了，命中到了小胖，但是距离不长，然后回头反捏到了，但是这波老虎加了个护盾，并且变成了老虎形再加抗性，所以没死。小胖走不掉了呀，走不了了，被关羽顶一下，将小胖给收掉。小胖连续阵亡2次。小胖的这2波阵亡全都是因为北京微博的双边支援比自己的更快。对，刚刚是后羿来了，可能他没想到，补了点伤害。然后这一波的话是子墨的关羽过来把他给留了。本来第一时间后羿剑中了进了之后，我看干将莫邪留着技能，他没有全技能去打。是，但是暖阳在吃到了1声张良捏之后，这一波的集火也没有把他给带走，因为有庄周庄周治疗加大招，一个盾加老虎的虎形态的抗性让他顶住了。这样这个肉刀镜就难受了呀。
下路摁住了，捏完了之后，但是这波直接传兵线要到脸上了，二技能直接跳墙上去，一口咬掉了风萧，再继续追击，又带走了医生。甘家莫邪听月收到这个头，那小麦这波死得其所。 这波刚刚好，微博在上路拿到了空间之灵之后，狼队的下路双人组越一塔过来去抓小麦，那个位置太深了。然后刚好刷罗兵线就在他们旁边，这不巧了吗？是的，传送直接传兵过来就到脸上了。 4分钟，这条龙狼队没得打，只能保证小胖把红 buff 给拿下来。看一下补刀，子焕只有8刀。 子焕就比医生多了3刀，是的，刚效于剑，把他当第2个辅助看待就好了。啊、又想抓小麦，这里摁庄周，所以一剑上去控一波，庄周这波可以退回来吗？进来了，大招一开收掉了小麦。这波风萧打得很决绝啊，直接2技能去减速一个没有闪现的后羿。那看干将4剑，世界秒掉医生。这波听月打了一个视野差，对面没他的视野。对，哎，打了波1换1。 这样北京微博每一波架都有止损啊，不是单方面的狼队起节奏，对于他们的阵容来讲就可以接受。嗯，那目前在打野的对位上是拉开了400到500的经济差。这个经济差之所以没有拉开特别大，也是因为前面小胖都是单吃的，所以他的经济来的比暖阳更快。对，在前期。但目前北京微博还没有办法打进狼队的野区，把一个 buff 完全控到手。那只能过来看一眼，就看后羿的剑能不能让他们这个优势更进一步。嗯，现在开始抱团打半途了。狼队的话是连打了2波下路，就是影响小麦出剑。并开大招，开大想守啊，是关羽大招没推到，不太好守吧，得走了，得走了，4剑没锁到走掉了。 还是被微博拔掉了狼队的上1塔。下路风萧断波线，先看一下暖阳的经济5240，小胖4680。这把狼队逆风的这套阵容就只能靠边带，就张良王如你不露视野的情况下，让自己的马超或李元芳带出去一条线，就打131。对，出一条线之后去拖。 然后看看微博会不会自己在防守线的过程当中出现这种抖毛吧，没有协防的画面，然后被张良抓单。主要是因为他能够打131，正面是因为有王昭君还有李元芳是能守得住的。对，守线能力很强。对，而且微博因为对面有张良在的情况下，他的等下下路裴庆文跟关羽想要去找一波小炮。 好像看到了，进这个位置先被动手了，关羽也动大招，进这波换位想撤走，关羽直接拍马追击，老虎也还在追，关羽这波继续找，1刀劈到，老虎这波想跳，上去咬一口人情弹 A 一下，再继续追，一个一技能，关羽这波用命去跟小胖互换呢，他就是不想让小胖安稳发育。张良过来捏到了干将莫邪，李元芳直接跟上环，但是给了口治疗术，这个位置还是走不了，马上在旁边给了一枪，还是捅掉了听月。 老虎这个位置看能不能走得了？老虎直接反追了，马超这个位置走不了了。再来一炮，最终是让梦溪的1技能波死了归期。不过狼队反应很快，直接转头推中路1塔。是的，风萧直接挂1技能上去推，但是中路后羿已经赶了过来，而且老虎也从中间截过来，闪现补伤害。是的，再点2下，对手带走。不过死之前挂了一个1技能和大招，小麦这个位置可能被炸死，被风萧给换了。那就是1换1了。这波风萧很极限啊！ 临死之前放出了一堆技能，风萧是真的极限啊！风萧的李元芳可是他决赛夺冠英雄啊！是的，上路谁也打不死谁，但是队友来了呀，得走了。小胖出镜的话就很难走，想换位，老虎这个位置直接跳，但是有一个门拦在这儿，刚好拦住了暖阳的2技能的第2段。没错，这样一来，狼队就是一直在打这种线。 就各种让微博过来抓，但你不能在带线的过程当中被微博真的抓到人。但你也发现了，就微博这套阵容里边，除了后羿的剑中了一套爆发，你把他秒了，其他的人还是挺难留人的。对，太依赖于关羽去帮忙抓边了，而且刚才关羽在没有出兵甲之前去抓这个镜，他跟裴庆文2个人都很难抓这个肉刀镜。对，太费劲了，追了半天。8分半的这条暴君是被微博拿到。 带线是狼队这个阵容的优势。
关羽兵甲直接先开，动手顶马超回来，马超这个位置有点难走，再捅一下，哎，这一下强补位移刚好跟关羽的回顶错开了距离。如果能顶回来，队友就能接上。啊。 这把北京微博确实是不想让小胖吃饱。老实说，狼队在今年打这种131打的还是比较少的。是。他很少去玩这种剑来，一剑上去中到了老虎击脚上去，再来2剑，老虎人形再拨一下，带走了小胖。这波听乐的干将梦魇闪现跟4剑。是啊。而且这把小麦的剑确实是够准啊，有2波都是中的镜。小胖这把镜已经1-4了，被针对。 真的是被针对到了，在这个赛季你都没有看到他是这样的 KDA， 因为他的镜这个赛季是全胜，对，而且他的镜这盘的经济就高不起来了。抖抖毛吧。一边是祥云亨通，一边是赤阳神光，反而是暖阳这手陪秦虎，他10分钟8600。 那无奈赤阳神光对面8800了，对微博拿了个射日的后羿出来啊，盯着你射。就看10分钟这波怎么说，上路线不管了。那这样微博就不着急去开这条龙。但是狼队还不能不管这个关羽，你线可以不管，但关羽你不能不管。但马超盯不住啊。进过来开了波视野，用分身看了一下，龙的话微博拉脱了，没打了。吕元芳去下路处理兵线。 曹里蹲这个张良做协防，看到视野之后，李元芳第一时间撤，2技能躲剑，没被后羿给射中。龙再拉脱，中路马超做线。这样目前这个局面是有点僵住的，看看是谁能够提前破局。微博不想开龙，开龙被镜抢的概率太高了。对，斩杀线太高了。但是这样的话，暖阳在中路是赶走了归西之后，一个人进到了蓝区，反掉了小胖的蓝。那这样一来，暖阳还在发育啊。然后那边的话，小胖在跟微博其他人周旋了半天。暖阳的经济已经拉开了小胖2000块了。马超带着张良加李元芳去 rua 龙了。他一开始是去找那边有没有人，没有人，那我就直接换龙。速度很快，主宰快要打完了，但这个时候北京微博也开始 rua 龙，这个暴君打的也很快，老虎加后羿，这下2边都能接受啊。但是对于优势方的北京微博来讲，确实是有点亏。不过他们的阵容很难2边都兼顾，毕竟对面有张良，你不可能分人过去一个人去看那边。进到了狼队的野区，让小麦拿到了这个红 buff。 马超趁此机会带出去一波线，这样他们手上还捏了一条龙，可以化解波微博的攻势。等于说抵消掉微博拿掉暗影暴君之后的这一轮攻势，继续拖，看能不能在带线这一侧拉扯微博的阵型。这也是狼队要去提升的地方嘛，就打131。因为这套阵容的话，在全联盟其实用的最多的是 AG。对，其实最近 LG 的 NBW 这套阵容玩的也很好。他也喜欢带。 还有小洛玩马超，他们张良、王昭君配马超玩的也很好。那这个阵容的建立前提是，你的边野2个人的单带能力特别强，且同时要兼顾着你的中射2人的清线能力。是的，缺一不可的。剑又是想故技重施啊！对，蓝 buff， 小胖手下来，保住了。你看上路有波线，你要去清，那下路。 马超就断了波线，而且还是张良、王昭君、李元芳护着一块的。如果能够逮到人的话就还好。中路把微博的1塔也给摸了。现在微博想要动，就必须要让小麦命中人。可是现在狼队在故意藏视野，所以没有视野的情况下，小麦不好找到人大。所以只能是红蓝 buff 刷新的时候尝试给一点。是。或者就是你真的，你摸奖。 你从中路往边线射，你刚好射中了带线的人，然后让梦溪换个奔狼冲过去，否则都是很难的。上路一波线又被带过去了，但是微博这波不准备先管上线了，先准备打自己的进攻。对，因为上路是有2塔在的。那关羽就不能露头，但是张良配合王昭君加李元芳想要去打一波清上线的人。
关羽漏了，还想要后啊？但这一波如果漏了的话，老虎跟庄周和干将莫邪和后羿也都是可以绕过来的。关羽的被动，关羽看到了，这3个人怎么走呢？给一剑，对方没有能够被命中，但是这波王军的位置很尴尬，就是闪现回头直接反捏，就打人少的地方，干将莫邪 C 命中了2个人，直接老虎过来一口直接带走了王军，又接下了一生。最终风萧也难逃一死，一波暖阳拿到了3连决胜。中路跟下路马超赶紧断线。这样一来，北京微博虽然打赢了这波团，但是推进上可能没有太大的进展。不想让小胖回，但是小胖太灵活了，追不了。中路2塔强推，后续有一波线，看看后羿能不能再中一箭。正面小胖是没大的，因为狼队这个阵容也没办法，只能这么打。对，正面不好打嘛。中路强拆了高地塔，让兵线没有吃到减速带。对，这样就看小胖能不能守得住了。马超这个时候也回家了，刷了波兵线出来，稍微等一下，进这个位置被关羽顶走，兵线运进去，一波结束，让我们恭喜北京微博扳回一局。这盘他们在前期的一个处理，其实是得益于狼队这边的一些风险性的操作。对，先是小胖那一波想要去对面抢一个蓝，再接着是下路那波2月1，结果被对面传送反打，造就了这把暖阳培训非常顺。祥云亨通吃掉了小胖赤阳神光100%胜率啊！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评论席。没想到赤阳神光跟祥瑞亨通是这么一个镜像对位。当时在底下看到这种时候，2位就说了，要不就是裴擒虎爽局，要么就是净爽局。对，结果没有想到，我没有说净爽局哦。